我很喜欢杨紫，但琼瑶如谢真的跟不上了。我一直都很喜欢杨紫，尤其是近几年她的演技有了明显的提高，对她更是刮目相看。正是因为喜欢，所以她参加过的每部作品都会看。沉香如酥自从参加演出后就开始关注了，开播后甚至不落一集就开始追，现在实在是追不上了。说实话，从节目的第1集开始，我就几乎被解雇了。滤镜、特效、造型这些都可以忍受，但杨紫和程毅剧中的人物真的是一言难尽。程毅饰演的应元帝是天界第一战神，而杨紫饰演的燕丹和她的大姐芷溪原本是上古遗迹留下的2根开枝散叶的4叶草，在天帝举办的瑶池盛会上，他们变成了人形，被应元帝所救。而不管将来应元皇帝和燕丹如何相爱，他们最初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个是不知名的低级仙仆。皇帝的地位极其崇高，救命之恩如再造之恩。按理说，燕丹应该尊重帝元，但燕丹对帝元的反应却极不讲理，嘴上说着小皇帝，如果只是在背后这么叫也就罢了。燕丹进入延虚天宫后，竟然对元帝大骂，不仅当面多次顶撞他，而且还敢在私下里用一些手段来欺骗元帝。按照常理，应元帝应该严惩燕丹，但他这个对所有人都很冷漠的人，居然对燕丹无比放纵，甚至他还经常为燕丹收拾烂摊子。是的，不仅仅是燕丹对元帝无理取闹，还有一个对元帝也很无理的仙女英慈。导演和编剧这样安排剧情，无非是想让燕丹变得特别，把荧光灯描写得很可恶。关键的问题是，这有悖于常理，而且还顾此失彼。燕丹是特殊的，应灯是可恨的，应元帝的威严何在？好吧，也许应元帝喜欢被这2个人骂，也许是因为他宽宏大量、平易近人，那么背后的情节就更无语了。关于燕丹和应元帝是如何产生感情的，这部分的情节有点弱，但不管怎样，2人还是莫名其妙的相爱了。不仅是相爱，燕丹还在应元帝万念俱灰的时候关心和陪伴他，后来又用自己的半颗心救了应元帝。仙侠剧的现有套路，剧情发展到现在也该开始虐了。沉香如屑也是有数的，燕丹刚救下皇帝，他的妹妹芷溪就来邀功，盈盈仙子也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后来为了不惩罚燕丹，应元帝不敢承认是他救了他。在被应灯仙子威胁后，他又让皇帝惩罚了燕丹。虽然他已经求过获得元帅，燕丹的惩罚只是一种形式，他不会真的受罪。但燕丹不知道，他以为是应元帝心里没有自己，他很伤心。在去天罚台的路上，他跳了廖武桥，为了救燕丹，应元帝也跳了下去。女主误会男主，跳下仙罚台，男主救了她一命。仙台2字虽然改成了吴桥，但意思是一样的，功能也差不多。剧情是不是差不多？但如果是前几年播出的话，说不定还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现在观众见识多了，这样的剧情根本不会打动他们。说句公道话，到现在我已经在犹豫要不要赶上节目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继续前行。没办法，我真的很喜欢杨紫，所以总希望后面几集会有惊喜。结果没想到希望越高，失望越大。燕坛走进望夜河，漂泊了800年无法转世，最终是应元帝抹去他的记忆，将他作为花妖送入凡间。之后雨墨离开天界，下凡去寻找燕坛。应元帝为了查明神魔大战的真相，也下凡凡间。银灯仙子因为他的错误而被贬入凡间，连同之前已经降临凡间的紫林小龟龟，凡间顿时热闹了起来。剧情与三生石室桃花一脉相承，几辈子的爱恨情仇。虽然在细节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实在是无聊到了极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就剧情而言，燕坛最终选择了应元帝，2人一起飞翔。看看平台上的情节描述，他说了同样的话。众所周知，在原著《神香如粉》中，雨墨是男主，而燕坛最终选择的也是雨墨。而原著之所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他不落俗套。
应原地的失落遗憾与默的深情等待，燕谈对眼前之人的珍惜，都是这部小说的亮点。提拔诚意是可以理解的，把张瑞放在男二也没什么不好，但是让燕谈和璎珞递在一起，就完全背离了主线。偏离主线，作品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这样的剧情感觉像是卡在了喉咙里。至此，我真的不想再追下去了，所以弃剧了。说起来很心酸，记得杨紫参演沉香如粉的消息爆出时，粉丝们都不赞成。当时还很难理解粉丝为什么反对杨紫的参赛，现在终于明白了。角色与之前的古装剧相似，导演和编剧都将制作改得面目全非，简直是对观众智商的侮辱。不仅不给剧增色，还引来不少争议，真的不如不演。最后不得不对杨紫说声对不起，我们下剧见。02三口吃下一块西瓜的男人，边抓着提问边吃西瓜，多赢的欲望压倒了。最新一期你好，周六已经开播了。生性喜剧演员唐建基居然在节目里吃西瓜，连鼻子都晕了，这是怎么回事？本期主题 Hello。周六依旧是复古时期回忆的主题，除了固定主持人何贵，还有由冯曦、唐建基、秦晓贤、杨紫、李雪琴、王鹤棣担任的6位好组员。本期节目邀请到了与杨紫一起出演《欢乐颂》的2位好六好朋友乔欣，以及与唐建基同组的傅龙飞。然而好朋友宣言一出，在场的另外几位固定嘉宾就表示不服，互相搭上身边的人表示好朋友谁没有。说再多的感情不如考验默契，在第1轮的游戏中，傅龙飞与谭健次组合戴上耳机版的你说我来猜，两人的默契简直比塑料还碎，一个粉丝令一个硬是猜了半天的飞机，惹得现场笑料不断，最后只答对了一题。反观杨紫和乔欣的组合，第1道题仅凭杨紫的你我2字便迅速猜出欢乐颂舞美，默契与反应速度简直令人震惊，之后的表现也让人惊叹两人的友谊长久。既然贴合复古的再现，节目现场请到了当年风靡彩铃界的霸主歌曲的原唱，在与固定嘉宾的现场演出中毫无违和感的现身，后来也在名场景中见证了谭健次如何将西瓜炫到鼻子里。游戏的环节还是与音乐有关，但是根据相同的曲调唱出另一首歌的词，然后再由参与游戏的嘉宾喝完场上的饮料或者吃完西瓜才能抢到回答权，接唱停顿歌词后的下一句。若是原曲大家可能还能反应过来，可调子一变，现场就分为了2大派，一边是疯狂炫，另一边则是拿着东西不知所措。开场的孤勇者还算是小菜，之后的日不落可谓是难倒了众人，和老师都炫成一个西瓜皮摊后都没抢到正确答案。秦霄贤目瞪口呆地看着身边谭健次炫西瓜，也浅浅地咬了几口寂寞。傅龙飞吃得快也答得快，但是总有细节处不对。好不容易捡到漏的谭健次一看到机会，立马端起手上的西瓜就是一顿炫，3口1块不在话下。之间对方优雅地抽出纸巾擦干净嘴，最后在与主持人对答案的时候说出一个错误答案，甚至还不死心地将歌词中的你我他进行兑换，表情生动有趣，配上认真的态度，结果还是被好友傅龙飞抢答正确。事后谭健次很是不甘，吃了那么多还是没猜对，甚至说出自己刚刚吃西瓜还炫到鼻子里，这该死的胜负欲，那一瞬真的看出他是真的很想赢。虽然谭健次演过的角色都比较正经，但是真的没人管他的偶像包袱吗？温馨提示：现实中吃瓜不用急，需要注意安全哦。